小冉，姐姐，快过！月儿，姐姐，别哭，姐姐这不回来了吗？姐姐，这些日子你一心劝我，我和灰姑都好担心你啊，姐姐。别怕，姐姐再也不会离开你们了。月儿，姐姐。天可怜见，你终于回来了，让你替我涉险，我真的过意不去。在那些粗俗的一群人手中，你定是受尽折磨，生不如死。多谢姐姐赎我回来。是大王派张仪赎你回来的，要谢就谢大王。大王若不是看在姐姐的份上，又能知道我是谁？我只谢姐姐便是。你我姐妹同气连枝，你要再这样谢我，反倒让我无地自容了。姐姐，有一件事情我必须要和你说，那就是子歇。当日危急之中，子歇为了救我，被打下了悬崖，至今生死不明。你们可有他的下落？那日，秦国的大良造公孙衍来了，我求他率部去救你，可惜还是没有追上一群人。后来我们在驿馆安顿下来，又派人去收拾战场。可是回来的人说什么？说许多尸体都被狼叼走了，他们只是在山崖下找到了公子歇残缺的衣裳。我要去找他，我必须要去找他。哎，妹妹，送亲路上耽搁了10日，新婚大典会另择吉日。我让大王派人与你同去，快去快回。多谢姐姐。周游列国，现在你去不了，我会替你完成这个心愿。
姐姐，我们明日走吗？明日早上起来就走，马车已经订好了。哎呀呀呀呀呀！竟然跟张仪连个招呼都不打，就把马车都订好了。看来月公主是要不辞而别喽。张子来了呀，奴婢给张子倒杯水。不用倒水，我是厚着脸皮不请自来的，他都不搭理我，还喝什么水呀？张子若不来，奴婢也要去张子府上一趟，谢张子搭救月公主之恩。魁姑不要谢我，这趟跑腿回来，舒公主已经给了我不少赏赐，秦王也对我青眼有加。你看月公主落难，反而成就了张仪，谁该谢谁呀？顶多也就算一个扯平了。张子说笑了，秦王和舒姐姐赏赐你，那是因为你的才华，什么扯平？面对张子，我只好大恩不言谢了。不扯平又如何？你就要带着你的弟弟走了，我找谁讨账？到时候我到哪里去讨账啊？张子，算账算得好清楚啊！你是用600车粮食换回来的宝贝，你一走，我跟雍瑞白跑一趟倒没什么，但这600车粮食糟蹋了。张子什么意思？留下你啊！留我？对呀，我要给你指出2条道，一条是光明平坦，另一条是曲折晦暗。此话怎讲？你明日就打算离开咸阳，准备怎么走啊？官道向北，出函谷关，先到赵国，再去齐国。啊，老子骑青牛出函谷关，羽化成仙了。月公主也要羽化一回。大征之时，四处战乱，孔夫子带着他的72弟子上街，差点饿死。你一个小女子，带着一老一小独自上路，哪有一点周全呢？且不说路上会遇到豺狼虎豹、敌戎贼寇，就算是遇到大军过境，你们的性命不也会轻易送掉吗？那如果此路是岸，哪有明落？公子歇与你情投意合，他却英年早逝，令人扼腕。月公主理应尽全力查出背后谋害之主使，给子歇雪恨，也不负了你们这段情缘呢。明明就是义渠人所为，跟义渠有何干？难道不是义渠人为了换取粮食才劫持王后车队的吗？月公主聪慧剔透，也有糊涂的时候啊。你想想看，就算是义渠人有劫人换粮之心，他们是如何知晓宋钦车队的行进日程和路线的？那么多的人马，轻而易举就进入了秦国的腹地，还来去自由。月公主不觉得这其中有蹊跷吗？难道是有人通风报信，勾结义渠？那几日在义渠，我和他们交往，只要我提起劫持车队的缘由，他们总是讳莫如深，言不由衷。看来义渠人打劫车队财物，只是一个遮人耳目的借口。剑锋只怕是直指秦国的新王后。张子说的在理，既然打劫，就应该死死缠住辎重车队。可义渠人的兵马，明明都是盯着舒姐姐穷追不舍。再想想，当初在武关驿站，就曾有人对舒姐姐下手，究竟是何人对姐姐恨之入骨？对舒公主恨之入骨之人一定有，但原因不明。
所以月公主理当留下来，凭着你的聪慧查出真凶啊。那义渠王为何一点风声不肯透露？在我看来，义渠王一定知道其中之厉害。他之所以不说，要么是有承诺在先，要么是因为那人位高权重。你们在武官驿馆逃走的那个下毒厨娘，一定有来龙去脉，受何人之命，跟何人联络，被谁庇护。舒公主如今跟秦王去讨公道，一无人证，二无物证，于是投毒下药之事就成了悬案。说不定在迎亲车队里还有他们的同党没有查出，才使得那厨娘下毒下得称心合手，跑路跑得无影无踪。你这一走，舒公主孤掌难鸣，那些人一定会在宫中兴风作浪，谋害舒公主。要是这样的话，那舒姐姐就性命攸关了。月儿，你可要想好了，我们这是好不容易离开楚宫那是非之地，你却又要进秦宫的虎狼之窝。舒姐姐待我情义深重，我至今无以回报。更何况，我若是能细心查出真凶，也可以为子歇伸冤报仇。既然你主意已定，那只好如此了。